来到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交界的满洲里市，除了游览市区，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此行必须要去，那就是满洲里的中国国门。满洲里的中国国门不单单是一个国门，更是一个景区。坐着速度极快的电梯，很快就能到达208米的观景塔顶部，俯瞰对面的俄罗斯小镇，也可以看到中国满洲里市。中国这一侧高楼林立，很热闹，俄罗斯那一侧则稍显冷清。在这个观景台，除了能看到俄罗斯，还可以远眺蒙古国，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一眼望三国之地。除了观景台，剩下值得参观的就是国门。这个国门是中国为数不多需要交门票游览的国门。国门票加观景塔票，一位128元。到了国门，就可以看到中俄两国的火车频繁往来的场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中国这一侧的国门也是可以上2楼参观的，在2楼能清晰地看到俄罗斯的国门和对面的小镇。最后，我们还去探访了满洲里有名的套娃广场、套娃酒店。巨大的套娃真的会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依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来到满洲里啊，除了在市区去欣赏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之外呢，不能错过的就是满洲里的国门景区了。因为呢，满洲里是我们国家陆路上最大的一个口岸，所以来到满洲里旅行啊，一定要来国门和口岸这里来玩。听说满洲里的国门有2大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建得非常的磅礴大气，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国门是收费的。我们这一路啊走过了像广西、云南，还有西藏、新疆，包括这次来东北，我们去了黑龙江很多的口岸和国门都没有遇到收费的景区，但是这个国门，我们刚来把车停好，就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3个字啊，售票处。所以我们俩现在准备去买票进去看一看这个收费的国门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吧。我们俩现在去售票处先去买门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有一个要避坑的点啊，因为这个国门景区的门票还是挺贵的，听说呢一个人要100块钱，所以呢门口就有很多那种当地的出租车或者是面包车什么的，他说可以一个人20-30块钱带你去一个更好的角度去看。实际上呢，他们带你去那个点是一个免费的观景点，我们自己可以导航从后面一个中俄商贸城从那儿过去，就可以看到国门，但是视角肯定没有收费这个地方好，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斟酌，要么就是费劲儿去找那个免费的点儿，要么就花钱进里面看。但他们如果拉你去呢，就是他收你50块钱，其实开车只拉你1分钟500米，大概这么远，却赚了你一个人20-30，两个人50块钱，就这样子。对，还是很划不来的哈。对，反正大家来了之后，肯定会有一堆人围上来问你，哎，要不要去？我带你去一个更便宜的一个地方去看国门呢？就大家注意甄别一下就可以了啊。对，买门票走。满洲里这边我们以为不冷，结果这个风吹着人体感一下降了20-30度。对呀，我昨天还说满洲里升温了，终于不冷了。今天我又把厚棉袄穿上了。这太冷了，还是不得行啊，太冷了。这风吹着根本就受不了，干狒狒都快被吹倒了。我现在准备去车里拿手套了，这个手啊已经被风吹得麻木了。对。哇，风太大了。是吗？嗯。哇，狒都快被吹跑了。拿个手套，我的手套的包装袋都被吹走了。真的，我去捡去。太冷了，走吧。是我们最后的一双手套了，今天又拿出来用了。之前是在冰上拿出来用的。这之前都是玩雪用的，雪乡呀、漠河带这个的。对，走吧。这个就是中俄边境旅游景区国门游览处、售票处。看这个袋子都吹上天了，已经。哎呀，走路都走不了啊！哦，这么大呀，里面。应该暖和点的。你好，这个票都包括什么呀？去国门也能去北疆民族观光塔。国门里面是不是就能看到那个界碑那儿？可以。我现在已经在售票处正规的窗口买到正规的门票。这个门票呢，确实还挺贵的。这个夏季呢，一个人是148，现在冬季便宜50，一个人98，两个人196块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能去玩什么地方啊？就是门票长这样。首先呢，这个白色的就是我们的国门。中间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大家来这主要是看这个
中国的国门。另外呢，还这边新修了这个明珠北方明珠塔，这个好像可以一直上去，这有40多层，到上面那个位置可以远眺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小镇以及蒙古国，有一个观光塔吧。总之呢，我们今天冬天还没有开区间车，反正呢我们98块钱一共就可以看这些地方。我们先进去玩。进来之后呢，这个入口是去观光塔的，这边是去国门的，我们差点搞错了。到那个位置198米，它最顶部应该有总高208米差不多。在这观光塔顶部是还可以吃饭的，都是俄餐。你看人家穿的短袖，哇，把我俩冻的。哎，我们快冻死了，这边风太大了。外面冷的，我现在摸啥都是热的，我摸啥都是烫的。这会儿，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哈。我的手不是平时触碰 GoPro 吗？我刚在外面的时候手GoPro 没反应，因为我们的手就跟冰块一样，现在就已经不是人体那个皮肤的触觉了，所以我们俩现在就包括我的手机，就你点手机、点相机、点所有东西，它都是就把你手默认为一个塑料或者硬物了，已经不是那个就橡胶那个手感肤感了。对，我还以为我的那个东西又坏了呢，然后我一看，原来我的手的问题，手已经不是正常的手了。这是我们要坐的电梯，哇，200多米哈！哦，哇，这上面好好看啊！哇，几个电梯啊？6个。这一共多少层呀？你们一会儿到室内是145米47层，但室外目前室外是不开放的。那最高就到47层哈。对。可以看到3国啊！好快啊！这太快了吧！那有时速呢，看着没？哇，这瞬间就到47了，谢谢，谢谢啊！哇，这电梯太快了，太快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关键是状态呢，哎，这边我们一会儿要去的，这是各种景点。4季云端观景平台，对，4季云端观景平台，还有150米环塔观光车，旋转太空梭。哇，这里面好大呀！快过来！哇，这景观绝了！哇！从这儿看，我们的国门剩下小小一点了。你看，天哪，这景观太好了！那个是我们刚去的国门。天哪，这视角，这把整个俄罗斯的那个小镇，对，后贝加尔斯克，我觉得这视角比无人机还好。我们俩现在已经上来了这个观景平台哈，这个地方的高度是145米。上来之后发现好像我们又包场了，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就是这边写了个方向西这个位置，我们往下看一下。哇，这个视角太好了！这会儿正好有一辆列车正在出境啊，好像是俄罗斯拉那个铁矿石的那种车皮，应该是个空载的出境的，然后再拉东西再回来。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啊，看到下面俄罗斯的这个太清楚了。那对面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小镇，叫后贝加尔斯克。这个地方呢，距离他们的一个大城市大概是80公里。我们现在出境的这个列车呢，如果说是往这个东边走，就会到达海参崴；往西边走会到达伊尔库斯克以及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那些大城市。在这个铁道的左边方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条公路，特别直，笔直的朝西走去了？顺着这个路啊，再往西边50公里就进入蒙古国了。所以呢，这个观光塔这里也是被景区命名为一眼望3国。但是呢，蒙古国明显远一些啊，不像那个房川那边，那是正儿八经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双向6车道的路就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从市区一路开过来，大家可以沿着这条路往前面看，远处的那些高楼大厦，那个地方就是满洲里的市区了。其实我们在满洲里市区逛的时候，感觉挺大的，就是走完一条街，还有一条街老是逛不到头。但因为这个位置太高了嘛，从高处看呢，市区其实也不算特别大，但是呢，比这个对面俄罗斯那边是要大多了。他们毕竟是一个小镇嘛，我们这是一个算是县级市了已经。对。而且满洲里感觉现在越建越好，我们来的时候好多工程啊，好多大楼都在建。你看下面这火车就没有停过了，从这个窗户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铁轨是有，我看啊，1、2、3、4、5、
有6条铁轨。对。然后这个火车现在有3列火车是并排的在这个铁道上的，有2辆是停在那儿，可能是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另外那一辆啊，就是最右边的这个绿色的，正在缓缓的出境。整个的国门这里哈，除了来来回回不断的有火车出入境之外，那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际的商贸中心。远处的那个就是一个国际商贸城，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北疆明珠塔的下面以及后侧都有很多个那种俄品的商店都在这儿。因为这边都是免税的嘛，所以东西相对来说便宜一些。我们刚在观光层这里坐了一会儿，我们脚下的列车来来回回双向就不断的在运行着，非常的多。那看到这儿呢，我相信肯定会有不少的朋友都很好奇，那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铁道的宽度并不相同，那是如何去转换的？那其实呢，从满洲里到俄罗斯的后贝加尔这个区间哈，这段是双轨运行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中国这一侧的轨道是比较多的，有5条还是6条。那再往前面越走到了国门那个位置，就会变成3条。这3条是一直通到了后贝加尔那个区间。那从满洲里到后贝加尔这个区间哈，列车是没有实现电气化运营的，都是由一个内燃的机头去牵引机去带着后面的整列的列车。那在这几条并行的这个轨道中，它的尺寸是不完全一样的。其中呢，比较靠北的那一侧，那一条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标准尺寸1435mm的。然后这边另外2根就是比较宽体的轨道是俄罗斯的标准。所以呢，这边的列车就是从我们中国出去的话，是走的我们比较窄的那个位置，等到了国门那一侧。后贝加尔那个车站那儿会进行一个换轨的操作。那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是一样的，也是先走宽轨，到了中国这一侧再换成那个窄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下面这个地方经常就是所有的车到这个位置之后，它都会停上那么20-30分钟，再继续走。因为这个位置呢，就即将要出国门了嘛。那俄罗斯的出境列车这边是需要去换轨的。参观结束了，我们要坐着我们这个飞快的电梯下去了。这真的挺快的，特别快。哇！我现在没有勇气开这个门啊，太冷了，一开瞬间一股寒风。里面太暖和了，我俩根本就不想出去。做一下心理建设。哇！我嘴都给我吹歪了，这个门不好推，很重。哎呀！我天哪！我的天哪！我们已经没有勇气去了。哎，我已经看到国门了，就那个，白色的建筑。对，走吧。来都来了，钱都掏了。哎呦，我看到有那个火车正在出境啊。是的。感觉冬天这个国门已经没有人啊，就我们俩。我们俩这趟来东北，经常是包场了。对，国门虽然说收费吧，但它确实壮观啊。我们现在离这个国门还有大概300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气势扑面而来。旁边那个是哨所吗？国门第1哨，哎，对，能看到一点，特别高的一个哨所。这两边好多不让人去了啊！你看，因为这边是铁路嘛，好多火车从这边走。对。所以铁丝网栏很高，不让过，严禁攀爬翻越。感觉包场了，就大家如果没有看前面我们买票的过程，可能觉得，哎，这个景区不是没开放吗？你们俩怎么偷偷进来了？挺好，就是有点冷。太冷了。据说满洲里每年旅游的旺季是从4、5月开始的，到10月、11月结束吧，就是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全国都这样啊？对。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这个季节呢，基本就没有人。反正我们俩这一路就是，当地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是跟看傻狍子一样，都是一副你来这儿旅游啊？对，这么冷你来这儿旅游啊？你夏季来多好啊！对，现在我们可美了，可好看了，啥都有，那花儿湖特别漂亮。反正我们俩夏天肯定还会再来的哈。对。但是冬天来这儿，当地人真的很不理解。我最近也经常看评论区啊，很多这个 IP 属性显示东北3省，包括内蒙古的朋友经常说，最近都不冷了呀，你们怎么还那么不抗冻？但其实大家都待在家里呀，偶尔就出来上班或者是买东西路上走一走。
我俩在外边是生生的每天要动，对，少则6小时，多到10小时，是就一直持续的待在户外。但一直这样子的话，本地人也扛不住啊，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待在冰上了，更冷。有时候就在江面，反正是。对，还有野外，就是风吹的，然后那个雪淋的。而且呢，你看，好多人说我们这个手套的问题啊，你看我现在我只能戴一个手，这个手我要拍摄的，戴这么厚的手套肯定是不灵活的。所以呢，不是我们不扛冻，而是你们东北确实太冷。我们俩好幸运啊！刚刚来到了国门景区，就有一辆从俄罗斯过来的火车。刚才呢，车头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里面那个俄罗斯司机特别热情的跟我打招呼，然后我跟他也喊了一下，他应该没有听清楚，拿俄语说的你好，但是呢，应该看到我挥手了，还挺好玩的。这个车呢，好像是拉的煤，你看这种车厢，对，里面都是煤炭，对，这个就是往我们国家进口的。等一会儿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呢，还能看到我们国家出去的火车。哇，我们现在离国门越来越近了。这个是我们国家满洲里口岸的第5代国门了。这个白色的建筑啊，就是我们这一方的国门，中间写了7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方是我们的国徽和国旗。那穿过这个国门，大家往后面看啊，那个蓝色的 POC 就那个开头的那个字母。蓝色那个是俄罗斯的国门，因为俄罗斯呢，他们后面是一个小镇，叫后贝加尔斯克小镇，跟我们的满洲里市呢规模还是比起来要小一些的。他们这个国门看上去也是稍微的小一点啊。这样子感觉还是特别近哈，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过离我们国门这么近的一个对方的国门。对，感觉有几十米，对，就是100米左右。对，因为这个口岸满洲里口岸呢，是我们国家跟俄罗斯的一个陆路口岸嘛。然后呢，我们跟就是俄罗斯其他的口岸，比如黑河那边，就是隔着一条江的，所以呢，它有跨江大桥连接的话，就不会这么近了。而这个地方直接就从陆地上没有什么河流，直接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两个门特别近。是的，基本就挨着呢。对，特别好玩啊！我们又一次离俄罗斯这么近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国门的最跟前了，从这个角度看实在是太壮观了。刚看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国门的高度是43.7米。那相对比而言呢，俄罗斯那一边的国门就显得稍微矮了一点，但它那个色彩很漂亮。我们这边是这种白色的，很庄严大气，他们对面是那种蓝色的，也很好看。国门呢，除了我们站在比较远的位置去远观拍照之外呢，其实它是可以上去的。大家看，我们再往前继续走。这个右边这一侧写了一个国门的入口，那相应的呢，我们从这儿上去，再过中间这个梁，再到那边就是国门的出口了。在国门入口的这一侧的广场上有一个和平之门的雕塑，这个雕塑呢是2002年的时候修的，它的高度达到了13米多，是全体用那个白钢去做成的。大家看这个雕塑，它的主体的造型是一个字母 M。因为 M 呢，首先就跟我们汉字的那个门的造型非常像嘛。那另外就是满洲里这3个字，它的汉语拼音、还有英语、还有俄语的首字母全都是 M， 所以用 M 就象征着满洲里的口岸这里。上面的那个球状的物体指的是地球，代表着虽然国土有界，但是呢又与世界彼此相连着。然后那个地球上面围绕着一圈的和平鸽，也是代表着世界的和平，也展现着我们中国人的广阔的胸怀。我们走到国门这个空中天桥的下面了，往前就是俄罗斯的国门。现在我和狒狒呢，想进入这个国门入口这边，看能不能进去。这也太壮观了。对，在下面能感受到这个国门的磅礴，像狒狒说的，确实是我们见过的不下几十座国门里面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真的是最好的。我们俩现在绕到了国门的侧面，从侧面需要再绕到国门的后面去，因为我们中国和俄罗斯的41号界碑就在国门的后面的位置。哇，现在我们走到这个背阴处了啊，对，风超大，贼冷这会儿。而且现在我们离旁边的边境线特别近，这前面就是两方的边境线了。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个绿色的塔楼，那个就是俄罗斯的
他们的岗哨了。对，有时候呢，还能看到上面有俄罗斯的士兵出来在瞭望。对，他们就是时不时的会出来，想要再进去，因为冷啊，外面也冷。离边境线也太近了。这已经到跟前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对面那些信号塔呀、烟囱啊，全是俄罗斯的建筑了。是的，哇，能看到国门了。哇，这是俄罗斯的国门哎。对，那边就是我们的界碑了。我看到应该有可能界碑了走到最靠前的位置了吧？对，我们能听到对面用俄语广播在播报着什么，我们听不懂。听不懂。这太近了吧？这边还有一个哨所，我为祖国守国门。对，哎呀，这是另一种感觉啊！是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到国门的背面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在俄罗斯的国门和中国的国门中间，对，就感觉还是挺奇特的。这边有一个41号界碑，但是好像不能去跟前，我们只能站在这儿去合对，影，不让去。不让去，因为那个位置离边境线太近了。大家看那个，界碑的后面后面就是铁丝网，所以呢，这边用这个栏杆围起来一圈儿，游人就站在这个位置合影就好了，那边就不允许去了。我们俩刚刚站在这个41号界碑附近啊，看对面俄罗斯的国门超级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边墙上到处都写的是，顶风冒雪守边关，赤胆忠诚护国门，我为祖国守国门。然后那个哨塔的外面写了一个内蒙古满洲里这里的极端的高温和低温，最高温度呢是41度，最低温度是零下44.9度，将近零下45度。而我们在这里只是游客，吹一会儿风我们就走了，就离开了。但是呢，你看这个上面这些哨所，就常年累月都是这样子，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都在这里为我们守着国门。所以我们每次来这种地方旅游的时候啊，一方面是感觉到，一个是边关的风景真美，再一个呢，感觉国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强大了。另一方面，从内心也是为这些给我们守护、保护我们安全的人，内心予以很崇高的敬意。大家有没有听见？就是现在对面的俄罗斯那一方，他们在用广播播放着什么？虽然我们听不懂啊，但他每次说完之后，就会有火车的轰鸣声，应该就类似于我们中国这一侧的火车站每次列车即将进站的时候那种播报的声音。我们俩现在准备就登上这个国门的上面去，从上面看一看这个火车缓缓开进我国的场景。对，来，里面暖和。对，哇，里面还挺热闹，我以为里面没什么人呢。里面有卖东西的。我们进来这个国门之后，发现里面也是一个旅游区，卖好多纪念品的，还有各种套娃。这里面没什么转的，主要是上去看对方那国门的风景。下面就是铁轨啊。这个角度看还是这种窄轨，对，可能再往前一点就要换了。这还是我们中国这种尺寸的轨道。是的，马上就到这国门的最顶部了。登上国门的体验还是挺独特的。哇，我们爬了6层到7层，终于上到这个国门的顶部了。因为是这样子的，刚才楼下那个美女说，你们往上面爬只有1层，它的1层指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就是连接两端那个楼的一个天桥嘛。对，确实只有这1层可以停留，但是这1层却是由这个7、8层对推起来的。哎呀，所以很累啊。哇，下面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走的那个和平广场。是的， M 那个雕塑，但是角度是好啊。对，不一样的体验啊。虽然说2个人200块钱门票，但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对，因为第一次可以登上国门嘛，我们去国门去了那么多次，还没有说这种可以登上的国门的。对啊，因为国门的位置就是2国那个交界的点嘛，所以在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从那边去看一下俄罗斯那个方向吧。我们俩现在在关进窗口给大家拍一下我们看到的场景啊。首先呢，现在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拍照的那个41号界碑，以及旁边呢我们一个岗哨。我们沿着铁轨往前去看，就是俄罗斯的国门了，蓝色那一座。那俄罗斯的国门后面的小镇
叫后贝加尔斯克，它是一个镇子，所以规模不是很大。就画面右边这一侧呢是有这个高层的，也不是高层啊，有5、6层那种多层。那这一侧呢都是小镇上的平房了。总之，比我们满洲里的规模还是要小很多的。我们顺着国门继续往这个方向看啊，这边再往前大概50公里就到了蒙古国的境内了。所以满洲里这里真是一眼望三国的地方啊！从这儿可以完整的看到俄罗斯的国门啊！真的，从你背后刚好完整的看到，而且还可以看到俄罗斯后面那个小镇，不知道大家从镜头里面能看到不？你看他们的国门后面啊，就是一片小镇，但是他们的小镇呢，明显又是平房多，楼房少，因为毕竟是一个镇嘛。对，叫后贝加尔斯克。对，挺小的，不大，感觉是个边境小镇。哇，我看到对面有3个俄罗斯的军人，还带了一只军犬在那巡逻呢。是。我们现在在国门上看我们中国的方向啊，这边有一个火车正好过来了，但它不是我们国家要出口的列车，这个呢还是俄罗斯的一个车头，后面带的是一个空的那个车厢，应该是回去继续拉那些资源再返回来的。你看它从最左边的道换到中间这个道上了啊。对，每个车皮感觉都是空的了哈。空的，还把东西卸完了。满洲里的风景都大给大家看一下，我和狒狒现在在倒着走，只有这样子，脸还不至于被刮花。这边风太大了，风就像刀子一样的利。刚刚我们进来国门景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哈，我们现在看到了最大的这一座国门是满洲里口岸的第5代国门。那前4代在哪里呢？其实呢，这5代国门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点儿，但是之前呢已经拆掉了。不过呢，景区这边给我们有4个之前4代国门的一个微型的一个模型，我们去前面看一下。我们稍微走近一点就可以看到哈，前4代国门都是比较简陋的，尤其是第1代国门其实就是跟路灯一样的一个杆儿，然后到了第2代国门了，还有一个国门的样子了。到了第3代这里呢，国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第4代国门了。这个国门已经比较的壮观了，看它也是上面是国徽，下面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门的造型啊，就有点像霍尔果斯的那一个了。再往过看，就是我们国家的最新的第5代的国门了。从国门的变迁也可以看到啊，国门是一点点在变大，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家国力在一点点变强。哇，又有火车过来了，从俄罗斯给我们国家送东西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满洲里国门景区的火车头广场。大家看我的左手边，这边陈列了一个蒸汽机车的车头。这个车头呢是1940年当时由日本生产的，但下面的这个铁轨啊，这是苏联的43铁轨。这个车头在我们中国差不多用了半个多世纪，驰骋在神州的各个地方。那为什么单单把这个车头陈列了这个广场呢？这是因为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是乘坐着由这个车头牵引着的火车去出访苏联的。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车头上面还有几个数字，解放1861，这些数字是有含义的哈。其中这个18指的就是从满洲里市到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小镇的距离18。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满洲里的地标性建筑套娃广场这里。其实呢，后面是一大片的游乐园，前面是一个套娃酒店。但因为现在的季节比较冷啊，我们来的时候呢，后面的套娃景区是没有营业的，所以我们就准备在这个周围和套娃酒店里面去逛一下。大家如果以后夏天来的话呢，可以考虑去套娃景区里面玩一下，因为整个的套娃景区和套娃广场呢，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以俄罗斯的工艺品套娃为主题的一个乐园。像里面呢，它是有那种小孩玩的什么旋转木马呀、过山车啊等，其实就是个游乐场。但冬天呢太冷了就没有开放。包括这边有一个俄罗斯的大马戏团，在里面可以看一些
小动物的表演啊，那冬天都看不了。所以呢，我们俩就准备先去后面的套娃酒店去玩一下吧。套娃酒店有一个好处就是，哪怕我们没有入住，但是游客可以进去参观一下酒店的大厅以及1、2、3层的特色的餐厅。我觉得这个酒店好神奇啊！从外面看呢，它是一个大套娃，但是套娃的肚子里面是可以居住的，太神奇了。我们去里面看一看，别有洞天呀！